哇哦，看到没有啊，各位，全是索尼的东西，你还说我品牌黑，到底谁才有问题呀？不过就它呢，标新立异，从相机界面到萤幕设定，再到系统操作，定位非常明确，一般人是碰不得的啊。但是如果你的心痒公主，就欢迎来挑战。那这次旗舰机呢，就把话语权交给我们的小南强迫症摄影肥宅规格控，以消费者角度探讨一下这一支美到不行，堪称是艺术品来的 Sony Xperia One Mark III 到底是 O 不 OK 呢？那也感谢索尼的出借啊，影片麻烦全部看完，想嘴再嘴。科技狗超主观评测宇宙真话老实讲，信仰老粉请退散，想要当面对质的，欢迎来赖社群，蛋里啦。开箱先来，纯白色外盒里面装有 Xperia One Mark III 雾黑色真机一支，不用看的快速入门指南说明书，30瓦 C 孔充电头 ，C2C 传输线一条，没有壳，没有套，没有耳机，想要吗？你的信仰该充值喽！6.5寸细细长长的机身正是索尼招牌菜，不打洞，不挖孔，正面是康宁大猩猩目前最高等级的 Victus。不过这个边框厚度吗？你不是锁粉当然不行嘛。下巴有点厚，搭载一排向前出力的立体扬声器，额头塞了单颗 8MP 自拍前镜头感测器，同样的另一边扬声器，还有一颗 LED 指示灯，没有出厂保护贴。康宁第6代大猩猩玻璃背部有够好看的，只吃油污不吃指纹的雾黑色超沉稳，还有贴心的 NFC 图示，在 logo 处就是气无线充电感应点，也一样拥有最高 IP68 防水防尘能力。堂堂 12MP 凸整排的红绿灯镜头模组全都用上蔡司 T 镀膜，上到下依序是超广角、广角、3D iToF 跟望远长焦，总共3颗镜头4种焦段，然后1颗单色 LED 补光灯。但是原厂并没有公布图像感测器的规格哦。这些镜头的等效焦段就等于摄影人的镜头大3元，定位非常明显，就不是给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用的。而且除了超广角镜头，其他镜头都有搭载 OIS 光学防手震。底部有单颗降噪麦克风，还有可以给相机当监看器使用，有萤幕讯号输出能力的 USB-C 充电孔。机身顶部有另外一颗降噪麦克风，还有保留住的 3.5mm 音源孔。左侧总共有4颗实体按键，分别是音量键、指纹辨识 （AKA 实体电源键）、Google 语音助理键，还有1颗2段式快门钮，设计 good 都不会误触哦。另一侧是不需要退卡针的 Nano SIM 双卡双待3选2双卡槽，支援扩充 microSD 最大容量吃到1TB。如果想要扩充容量，那你就只能插单 SIM 卡咯。总的来说嘛 ，Sony Xperia One Mark III 完美展现什么叫做匠人工艺啊！旗舰机做工非常的精良，纯论组装品质跟外形，我就给过。一台相机就是一个制片团队。Insta360 One X2 功能全面再强化，细细长长好握拿，戴上套保护 5.7K 超高画质360度全景，调整参数按下快门，其他自动帮你拍。先记录后取景，释放一切创造力，抛开复杂的分镜剧本，随心创作。开启 SteadicamSteadicam 水平校正，画面更平更稳。震动幅度大的场景，画面一概保持水平，只有一人行也行。隐形自拍棒轻松做出跟拍效果，搭上超长3公尺碳纤维自拍杆，伪空拍机跟拍效果 get。电池续航比上一代 One X 提升55%， 5.7K 拍那个80分钟不是问题啊。IPX8 防水等级，一起探索水下10公尺的世界。雨天拍摄、水上运动，任何场景的精彩片段都不放过。官网还有更多组合套餐，全都帮你配好配满，也能组合你自己的专属套餐哦。从下面资讯栏专属连结过去，再加送市价399的120公分隐形自拍杆，好康不拿白不拿。Insta360 One X2 就是要你拍的简单，拍的好看。
那身为索尼最高信仰、最高旗舰，台湾电信全频段也是给好给满，有 NC 就没有边缘人啦。可惜这 5G 加4G 双卡双待不够嗨啦，而且没有 eSIM， 也不是目前最夯 WiFi 6E， 但是有蓝牙 5.2， 有索尼的 LDAC 蓝牙协定，也支援 aptX Adaptive， 还可以插卡扩充容量。那当然也有 NFC 跟 GPS、IP68 防水防尘、气无线充电，还有无线反向充电。总的来说嘛，就是中规中矩，然后再好一阶啦。那至于讯号延迟有没有问题，就跑看看中华电信 5G 吧。会不会爆拼的因素真的太多了，可能是环境，也可能是 S888 的 X60 5G 在作祟。程度如何，我们不评，就自己看吧。打着全球第一支 4K OLED HDR 120Hz 智慧型手机横空出世。Sony Xperia One Mark III 出场逐之校色，就是索尼最厉害的杀手锏。从21:9电影等级的宽萤幕画面比例，到索尼自家 X1 for Mobile 影像处理引擎，尤其是萤幕像素高达643 ppi， 也有电影迷要的100% DCI-P3 跟导演级的 BT 2020色彩空间，还有100万比1的最高对比度，有够夸张。索尼旗舰的手机萤幕就跟他们家旗舰电视一样，品质真的很到位啊，给过。要是阿法相机萤幕也给到这等级，哇！我大索尼岂不就站上宇宙第一啦？那从 Xperia 10 Mark III 就超难测的极限亮度，在这支旗舰机上面，我们最多也只测到手动最高亮度600尼特，自动最高亮度400尼特。老实说啦，是蛮失望的。话说，这是固定在 4K 解析度，还不给你降解析度的索尼旗舰机，只给你一个选项，就是要不要使用高画面更新率 120Hz， 然后就没啦。再说游戏增强器全都拉到极致，特效全开，开好开满的状态只要3分钟，刷新率就因为温度强降到剩下60Hz 了。请问一下，这个120Hz 不能永久常驻，是在给爽的吗？然后现在网络风向又有说，索尼这支是 4K 60Hz 跟 2K 120Hz， 那我们的看法呢？老实说也无从验证啦。63 ppi 跟300多 ppi 像素密度，肉眼看完全没差，完全无感。那碍于这种状况，这支信仰旗舰机就不测游戏刷新率的支援度，麻烦死了。至于影像品质设定，就有偏暖的导演模式跟画面偏冷的标准模式可以选择。自动套用导演模式，就可以在使用标准模式的时候自动换成导演模式。那这个影片影像增强就建议开起来放，拿索尼手机，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在白平衡里面也有非常多细节设定可以制定，但是这个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吧，不是给你一般用户使用的呢。Xperia One Mark III 也有 Always On Display， 就叫做通知唤醒。要常驻使用就设定在永远开启。自定贴图也有一些贴图可以选择，但是它们都不会动，不够有趣。而且自定相簿就出 bug 咯，无法载入媒体啊。影音方面 ，Amazon Prime Video 最高只支援 Full HD， 没办法再开上去。Netflix 有达到 L1 最高等级，有支援 Full HD， 也有 HDR10 HEVC 的解放能力。那如果想要全解放这块顶规萤幕，对不起，目前串流服务就只有 YouTube 可以解放到 2160p 60 HDR， 也就是 4K 60 HDR。是说啊，都过了这么久了，串流平台还是一样不长进。索尼，拜托你也好歹帮忙这样推一下吧。期待有天在手机上也能看到真正全解放 4K HDR 的商业大片咯。那放 4K HDR 片源进去，在手机在本地播放，老实说也是看不出来有没有 HDR 效果，系统也都没有任何的提示哦。左右2颗向前出力的全段立体声扬声器，握拿手势不会被热到，极限音量也不会破音，但是音量不算太大，甚至还会有一点闷闷的哦。在外放或是蓝牙状态 ，Xperia One Mark III 都有支援 Dolby Atmos、360 Special Sound， 还有 DSEE Ultimate。不过呢，也只有 Dolby Atmos 可以在任何状态下启用，其他2个效果就只能择一启用，不能同时启用。这边说一下这个360 Reality Audio 可以启用的串流服务有 Deezer
Nest.net、Tidal 就需要 money 另外付费啦，台湾是没有正式代理的，只有 Artist Connection 是免费的哦。再来信仰旗舰机，搭上他们家的 WF1000XM4 降噪豆，开启了 DAC， 再设到音质优先，光听 Spotify，Oh my god， 音质顶呱呱啊！但是在室外手机放口袋，讯号就会直接断到怀疑人生，只能推到最佳品质。原本以为全用索尼家的就会稳很多，错了。不过好家在手机还有 3.5mm 可以换换口味啦。但原厂也有说过，不放独立 DAC 就是认为就算给你 DAC 晶片，音质也不一定会比较好。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哦。索尼调音技术有 guts 这个说法我给过。那这个动态震动就是索尼家展现震动好棒棒的技术项目了。老实说，看电影的时候在那边震，在那边震，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干扰体验啦。效能部分，手上这支是最高等级12+512GB，CPU 处理核心就是大家最抖的 S888 高通喷火龙。那照我们一贯流程，连续烧下来的稳定度落在 60.7%， 哎呦，有过 60% 就感动啦。那就顺便拿个稳定度落在 59.1% 差不多的 ZenFone 8一起比比看，可以发现除了 Wildlife Extreme 分数好像有点怪怪的齁，那其他通通都差不多。那在发热发烫的状态下 ，Geekbench 5就差不多一致了。不过对照组的 ZenFone 8可是8+128GB 测的哦。接着就来收鸡鸡，口下去大概3分钟就会看到刷新率从 120Hz 降成 60Hz， 温度慢慢升起来了。然后刷新率一降的当下，马上用红外线一测，正面最高温落在 47.1 度。连续烤鸡下来，这支 SPR One Mark III 电力居然还有 77%。充电部分以原厂合附30瓦 C 孔充电头开始充电，半小时可以充到 45%， 速度还行；1小时则来到 76%。要充满4500毫安时的电量，则需要1小时57分钟，将近2小时。这个速度就跟 ZenFone 8差不多，这两支根本就是哥俩好吗？不过信仰旗舰机的背部 logo 处拥有7无线充电跟无线反向充电，瓦数多少厂商没给。那电力共享最低限制是手机电量低于 30% 就无法开启电力共享，共享时间最少30分钟，最多可以分享到3小时，也就是180分钟啦。OK， 问题来了，想要线充手机，然后开无线电力共享，上面充降噪豆，没法度。不好意思吼，只要手机一插充电线，无线电力共享就不给开。黑人问号，人家三星的这功能简直是神操作哎！隔壁一条线充手机、充 Buds， 还能再充手表，我大索尼真心是不懂啊。续航部分我们就当 5G 主力机使用，该开的通通打开 ，GPS、NFC、5G， 萤幕自动亮度该开的都开，萤幕刷新率开在 120Hz。不过因为他们没有给效能模式，所以在 STEMMIS 等级就设定成效能与待机平衡模式，然后把他们家的电池维护给关掉，自动调节电池用量一样也关掉。模拟一下效能模式吧。期间都是日常流程啦，正常使用，没有开什么省电模式吼。从早上11点离开充电器到晚上6点32分完全没电关机，使用下来的感觉吗？其实就跟 ZenFone 8 Flip 的5000毫安时效能模式差不多啦，是勉强可以接受的程度哦。一天大概也要充2充左右，说不定它只给 2K 解析度，还有可能好一点点嘞。SPR One Mark III 的 Android 11真的有够复古的，但是不需要手动开启自启动权限，就是赞啦！偏爱这种 Android 系统 ，Google Pay 也 OK， 就是少了通话录音有点可惜，但还是说得过去的。不过桌面就只有抽屉式，没有跟进现在大家都有的 iPhone 一页式桌面，选择就少了一点啦。想要萤幕截图，除了按2秒的实体按键，还有多功任务也有截图钮，弹出视窗跟多视窗模式开关。滑到最左边就放个全部清除，要心愿还是有点小麻烦啦，但不碍事。多功任务的弹出视窗也不是每个 App 都能开，弹出后的视窗可以随意拖移，看是要放大萤幕，或是缩小成悬浮气泡图示。
那 OK Google 可以在任何状态中唤醒，也有专属的 Google 助理实体按键可以马上唤醒，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哦。USB-C 3.1 Gen 1最高输出 4K 60到大萤幕上。手机本身支援 UVC 通讯协定，可以让信仰旗舰机变成相机监看器。但是相机 UVC 支援与否，索尼自己相机说明页面也没有交代清楚啦。再说手机当相机，萤幕色彩或许是准的啦，就是这块萤幕极限亮度600尼特，在户外强光下根本是不太够用啊。然后我们开着相机界面再写操作，就跳出高温提醒。我就想问，这么容易发热的手机要拿来当监看器，那它的 IP68，是拿来当水冷的吗？游戏增强器可以设定浮动图示或是下拉列两种显示方式。萤幕中的萤幕录影支援 1080p 60fps 或是 720p 120fps 两种录影格式。加进去了游戏增强器的 App 效能设定里面可以调整游戏模式，效能优先这边写到更新率可能会限制在60Hz， 说的好像其他模式就能锁在120Hz 一样。在这里面拉好拉满的萤幕更新率，温度一高一样会锁在60Hz， 任何模式都逃不掉降到60Hz 的啦。那底下 HS 电源控制就是 ROG Phone 所谓的旁路充电，不经过电池直接对手机供电，减少发热。其他还有像影像品质设定，可以设定比较鲜艳的画面跟自定白平衡，但没有其他厂牌的色彩反转来的好用啊。音讯等化器也可以制定该游戏的等化器，我是没有深入研究。接着还有声音优化的麦克风选项，大概就这些咯。在游戏里面叫出游戏增强器，有快速截图，最多30秒的萤幕截取画面连拍，还有萤幕录影。那这个奖杯呢，就叫做专注模式 Competition Set， 其他东西扫过一次，大概就知道它们的功能是什么了。安全性方面有这个最多无阻的电源键 ，AKA 指纹辨识，就是赞速度神之快。不过啊，居然没有脸孔辨识索尼信仰旗舰机居然没有给脸部辨识，真的是有够不可思议的啦！按住实体快门键就能进去，只支援60Hz 的相机界面。更多里面只有4个模式，少了夜景模式，阳春到没东西好选。但是底下各自为正的4颗镜头倍率就很有事，不支援镜头之间的无痕变焦，这就算了。我就想问，切来切去是在当作在换镜头吗？那也未免太专业了吧。在 Basic 模式不能手动开关 HDR， 无法拍弱，没有美颜。底下左边小太阳支援色温跟亮暗调整。然后这个3景不支援即时显示，请自行脑补啊，不然就拍下去之后看差异。过片模式有3段连拍速度，还有最多10秒自拍定时器。按住快门，高速连拍一次最多可以拍摄200张，连续快拍个2-3回合，就差不多会跳出高温提醒咯。闪光灯模式也是一大堆模式可以选择。最后就是照片比例模式，固定在4:3才是最高的1200万画素。进去 menu 里面，在缩放设定这边设定到 AI 超高解析度缩放，按那卡赞啦。然后这个 QR code 10连制试过很多次，都显示不支援。接着换到前镜头，不能变焦，还不支援连拍，采用超焦距，没有自动对焦 ，HDR 也不给你自己开，系统会帮你判断。不过可以到更多里面，肖像自拍就有镜像自拍跟各种调整美颜模式出现咯。但是按下快门还是要等一下才会拍摄，速度不快，也不支援前镜头连拍。回到相机，点右上角 Basic 模式就会秀出跟相机一样的其他模式，接着界面就会硬要你转成横向界面，然后就只剩下实体快门键一种方式。哇，这挫折感来的真的是宇宙无敌大，非得要你强迫把它变成横幅拍摄，到底在干嘛啦？接着换到手动 M 模式，长得就跟单眼界面一个样， menu 也是跟 A7S3 那种比较好选的菜单界面看齐了。
反观之前界面超复杂，这个真的是好很多咯。那如果你要玩真的想拍弱档，那就得舍弃连拍功能，只能单张拍摄。DSP 也有很多跟相机看齐的辅助图示。那在 M 模式的镜头切换，镜头倍率全都换成全篇幅的等效焦距，看起来是真的很像有4颗镜头在切换一样，而且4颗镜头焦段都不重复，最远焦段也有到300mm， 摄影师应该是有感动到啦。提到录影，在 menu 里面的影片大小，超高画质就等于 1080p， 没有 8K。智慧型除噪器记得要开，所有解析度的录影通通都只能手动开关 HDR， 不支援自动 HDR， 阳春到爆。那 HDR 影片录下去，也只有那颗镜头的焦段可以变换，而且连边录边拍功能在 HDR 录影中都被封印了，有点惨啦。切到前镜头录影没有光角，画面窄到不行，没有 HDR， 没有边焦，但是可以边录边拍。那当然啦，信仰旗舰机还是有 Cinema Pro 这种比较专业的录影 App 啊，我们也不是什么专业的摄影什么工作团队啦，就不献丑咯。那实拍照片就来看看摄影肥宅推到爆，主观认为最强夜拍 OPPO Find X3 Pro 对上信仰旗舰机 Xperia One Mark III， 来比比看哪支表现比较好，你们就自己用眼睛看吧。信仰崩塌了吗？我们科技狗是无神论啦，没有太多的品牌意识，拼出来的手机实话实说，核心价值嘛，就嫌货人才是买货人啊，主观优缺点通通说出来，能信不信你自己判断。那这个索尼大法好，这次真的好吗？这次我真的不行啊。说到底，这终究是手机而非相机。再说别有的相机操作惨不忍睹的夜拍成像，或许真的要神人才能拍得出好照片啦。问题是，我都会有 M 模式了，我还不拿相机出来拍吗？再来，这个120Hz，咻一下就变成6Hz，节奏如同 S888 一样，没动逃啊！最不能忍的就是 OPPO 相机的 IMX766，感测器明明就是你们家的别人调得这么神，搞什么鬼啊？再说 4K、2K 这个 PPI， 我真的是目眼跨龙某，比较不出来，亮度又不高，想不靠信仰就当旗舰机。那这条路应该是很难走哦。再说 Sony 手机部门跟 Alpha 相机部门结合，怎么就只带个皮过来呢？我说里面那个骨、那个肉呢？那个才是我们消费者想要的吧？亏我们摄影肥宅从 A99M2 换到 A7M3， 还想要换成 A7S3 嘞。现在这只信仰旗舰机，真是让人黑人问号哦。好啦，以上就是科技狗超主观评测宇宙。真话老实说，该嘴就嘴哦。主要评论者呢是我们的摄影肥宅，要嘴请嘴他，不然也可以来我们的 LINE 社群，都可以来对决吧。这里是科技狗随手，我是经理，拜拜喽。